大家早安！看到新航 Silver Cruise Lounge 的標示了。那猜猜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哪一間新航 Lounge 呢？沒有想到我們第一間在節目裡面上的新航 Lounge 居然是這一間吶！應該有厲害的觀眾已經看出來這個機場的長相了吧？是哪個機場呢？猜到了嗎？這裡是首爾仁川機場。看起來裝潢是蠻漂亮的，這是門口的樣子。好，那现在我們進來嘍，會先經過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小小走廊。那外站貴賓室的話，這一間占地並不算大，那進來的兩側都有座位。那一開始是有一些咖啡機的設備。接下來比較特別的是，這邊蠻有趣的，在新加坡航空的首爾貴賓室這邊，居然還有一個這個。就是 K Beauty Experience Zone， 就是可以體驗一些韓國的一些醫美的一些器具，對，這也是蠻有趣的，就特別有這樣的一個展示櫃台。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貴賓室呢，就是一個裝潢風格，我覺得跟新加坡主場的不太一樣，這裡走的一個是比較明亮的風格。那中間一樣是有一個 signature 的一個酒吧，那我們來看一下酒吧的 menu， 酒的話選擇也是蠻多的。所以的話，招牌的新加坡 Sling 一定是有的，然後 Chris Club， 然後 Mocktail、Chris Fizz、Chris Baby， 然後一些其他的 Choice， 这都是有的。酒的選擇是蠻多的。那我們來看一下熱食的部分吧。现在早餐的時間，那首先它這邊的話，在韓國，所以它是有供應這個是海帶湯，就韓式的海帶湯。然後再來的話，這個是牛肉跟蘑菇粥。然後再來這個的話是雞肉腸子，然後再來這邊的話，這應該是這是像是拉沙米的東西，然後這邊的話是馬鈴薯，這是韓式的辣蘿蔔燉魚，對，辣蘿蔔燉魚這是韓式的，它剛好上了一盤新的意大利麵，我們來看一下，再來最後就是雞肉咖喱了總是要有東南亞食物嘛。然後再來這邊是餅、紫菜跟飯。那這邊還有冷菜部分這邊不錯哎，這邊有給2種泡菜，這是一般的白菜泡菜，這個跟大家介紹一下，這個是我很喜歡吃的泡菜種類，在韓國的話我都會點這個來吃。這個是蘿蔔上面的那個蘿蔔纓泡菜，對，蘿蔔纓泡菜，對 ，Young Radish Kimchi， 這個很好吃，在台灣不容易吃到，這個可以多吃一點，這個非常的香。然後再來的話，這是鮭魚呀、起司盤，然後沙拉，那就是麵包區了。那貴賓室的外觀的話，我覺得最好的區域的話，我還是選的一樣，就看飛機的區域，所以我待會會坐在這邊，我選了一個窗邊的位置。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有什麼飛機吧。哇，現在這個時間的話，我們映入眼簾的這邊有2隻太航，這邊的話就是 Asiana 的部分。你看這個區域裡面，這個 circle 裡面蠻多 Asiana 的飛機的。然後這邊的話，貴賓室其他食物的話，在咖啡機的旁邊，這邊就是有吐司的話放在這個箱子裡面。然後再來這邊怎麼能少了韓國貴賓室一定要有的東西呢？就在這裡，韓國貴賓室一定要有泡麵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大韓韓亞航都只供應這種東西，所以好像入境隨俗，只要在韓國開貴賓室，一定要有泡麵這種設施，然後就會有個像這樣子的一個熱水的東西，這是好像必須的，就是韓國貴賓室的是一定要有的設備。韓國人對於吃這個泡麵真的是非常情有獨鍾。然後還有另外一區，原來它門口進來是有分左右的這是另外一區。剛剛那邊是可以看到，就是有那個露天啊，看飛機的。這一區的話就沒有露天，對，它就是個這樣子擺設的地方。對，環境的話會像這樣，這邊擺了一些新加坡當地的東西，然後座椅數不多。不過這一區就是剛剛講的，這邊是供應新加坡的食物。我們看看有什麼就是有這個算是抹茶蛋糕，然後這邊就是 Gaya Brown、Gaya White 就是那個新加坡的 Gaya Toast 了。对，它就是在這樣子，就是有一些那個 egg jam 啊做的東西。对，它這邊特別有寫 egg jam with white bread and egg jam on brown bread。然後
這邊還有哦，這邊有現煮的，可以自己做的哎，啊，蝦子蠻大的哎，還有蛋，還有這些魚丸，然後拉薩哦，所以拉薩都在這裡了。我剛還想說那邊怎麼沒看到拉薩呢？哦，所以拉薩在這裡啊，拉薩在這裡哦，看起來不錯呢。然後新加坡式的，他說是這個是那個蛋，對，白煮蛋。Singapore style soft boiled egg 這一區我覺得不錯。對，剛剛那一區的賣點是座位有露天區，那這一區賣點就是新加坡食物區。哦，非常的有趣。所以我們剛剛在對面那邊，你看它是2個區塊都可以進來的。那這一間貴賓室的話是有淋浴設備的，蠻特別的。雖然就只有3間，有3間淋浴設備，但外站可以有淋浴設備，我覺得蠻不錯的。這邊還有一個機器是讓你把衣服弄乾淨的，很神奇，就是韓國的家電，你也可以把衣服放進來，做40分鐘，衣服就會完全 fresh 了。那廁所的話就是比較簡單形式了，对，那有2間隔間，然後2個小便斗，就像這樣，環境的話也算是 OK 的，空間是不大啦。吧台上的紅酒有一支 Pinot Noir， 然後還有另外一支是這個。這看不出葡萄的品種，這是法國的。然後白酒部分在這裡 ，OK。然後這是香檳，這是 Brut。然後另外一杯，哦，這也是香檳。哦，所以香檳的話是有2款選擇的，一個香檳，一個氣泡酒。那我現在坐在我剛剛說的我最喜歡的這個窗邊的位置，就看着飛機，然後來用餐。那我今天點的什麼呢？我先拿了一碗拉薩，那裡面有蝦、有魚丸，然後油豆腐，對，紫菜湯我也拿了一碗，然後韓式的辣蘿蔔燉魚我也拿了，然後蘿蔔英泡菜，就拿了一個這個咖椰 toast， 拿了一個這個東西。那我們先從韓式食物先試吃開始吧。這個辣蘿蔔燉魚在韓國是蠻常見的，那今天是用的魚是青魚，喝一口這個蘿蔔英泡菜。來新航貴賓室，怎麼能不點 Silver Cruise Link 呢？對不對？就好像到國泰沒有喝一杯卡特迪賴很奇怪嘛。特調飲料一定要來一杯的，然後再來我們就試試看這個韓式的海帶湯。這海帶湯一般都用牛肉湯去熬，它這個不是，味道會淡了一點。那嘗完韓式食物就要來是新加坡食物了。我想這個。我對新航沒有那麼熟，但是我想這個拉薩至於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室，應該就跟國泰擔擔麵是一樣意思吧？就是這是必須要有的東西嘛，對不對？好了，我們來看看，先吃一口油豆腐，再吃一口蝦子，真是很好吃哎。再吃一口这个咖椰 toast。我觉得新加坡的食物表現得比韓國料理好。這碗拉薩真的是非常棒，而且它是比較濃稠的醬汁，這個好吃哎，相當不錯，而且料可以自己拿，就是蠻自由的。好，這個我給他一個大讚。好，那我先吃完。哇，現在吃完這個拉薩真的是好滿足，好滿足。拉薩是那個真的是 gravy 口味，然後裡面的蝦子啊、魚丸啊，搭上這個醬真的是好吃的，真的是好吃。我想我之前拍國泰的時候，每一集國泰貴賓室下面都會有人留言新航。國泰跟新航這兩間呢，應該就是那種寄生魚和生亮的那種感覺吧。因為兩間所依靠的客人種類基本上非常的類似，都是亞洲金融中心，都做金融客，然後都做這個轉運，然後都沒有國內線的協助。那香港的話，靠着大量中國航班讓國泰高速成長。那新加坡的話，則得利於它有大量的印度航班。還有印尼的航班，對，那而且新航現在跟印度航空也是完全是合作的很深入，對，合作的。那新航在東南亞地區幾乎跟所有的傳統航空都有很合作的蠻好的。東南亞的戰場比較奇怪，因為東南亞的話，廉價航空真的是太強大了，所以變成迫使這些傳統航空，即使不同聯盟，那傳統航空們都會彼此互相合作。像新加坡、馬來西亞航空，雖然一個 One World，一個是星空，他們也是彼此是合作的，在吉隆坡、新加坡航線上面。那新加坡到印尼的航線也是跟嘎魯達印尼航空也是互相合作的。那一個天河，一個星空也是互相合作，所以某種程度上面，這個新航、馬航跟印尼航
空這個三方面這個合作，就是實現了當時歷史上本來一直有人想要實現的，你要講大印尼或大馬來都可以，就是反正那個地區整個就是航空的話，傳統航空這3件事都已經互相合作了，對，這是非常有趣的跨聯盟的合作，而且他們共同敵人都是為了打擊那個廉價航空啦，因為這個東南亞聯航真的是太強大了。那再來的話，新航跟國泰都有一些很不錯的外站貴賓室。那仁川機場的話，其實原本是有國泰貴賓室的，在 T2 還沒有蓋好之前，所有航空公司都在 T1。那時候實際非常不夠用，所以這個我們現在來的這個主航站樓這邊呢，以前就是只有大韓跟 OZ 本家航空才能用這一邊，那其他外籍的話都要去那一邊用那個衛星樓 Satellite， 就是要坐個電車過去。所以舊的國泰貴賓室呢，就設在衛星樓那一邊 Satellite， 就是你從那個搭完電車過去之後上去就看到國泰貴賓室了。對，所以以前那邊是有進國泰貴賓室的。但後來就是 T2 蓋好了嘛，所以大韓就帶着天河的夥伴們就搬到 T2 去了，所以這 T1 就空出來了。所以所有的傳統航司基本上都搬回主航站樓，因為讓客人多坐一段這個電車，其實真的是蠻惱人的，對，蠻惱人的。所以，現在傳統航司的話都在 T1， 就是在這一側，不用再搭電車了。那邊的話就留給就是廉價航空，聯航的話就是用衛星樓那邊比較多啦。像目前大概這樣子的分配狀態，所以國泰就會從本來都停靠衛星航站樓，現在搬回這個主樓部分了。那搬回主樓之後，在主樓這一邊它就沒有再設立貴賓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這邊有一間 One World 貴賓室，就是寰宇一家的夥伴們在這邊共同開一間 One World 貴賓室。對，那這一間 One World 貴賓室我還沒有去過，找時間去看。那這間 One World 貴賓室想當然了，使用量最高的就是國泰航空嘛，因為畢竟 One World 夥伴裡面在仁川航班最多的就是國泰。對，所以這一間我想國泰應該是蠻多人在使用的。对，那我們有機會去開箱一下，因為全世界的話，以 One World 為名的 One World Lounge 的話，其實並不多間，对，並不多間。那比較常聽到就仁川嘛，再就是阿姆斯特丹也有一間 One World Lounge， 那可能有其他地方正在慢慢準備開設當中。就是一些 One World 的航班有足夠多，但是又沒有主場航空公司的機場，就可能會設立 One World Lounge。國泰跟新航兩家航空公司都有外站貴賓室，然後可以互相來做比較的。台北當然是算，台北的話當然新航国泰都，可是我就拿台北比不公平，因為在台北的話，新航跟國泰自家的航班數量差異太大了，对，差異太大，而且台北國泰是它的第2個家，所以台北的話，你當然講貴賓室，國泰那間一定是比新航那間好太多，所以我覺得拿台北比不公平。那再來的話，亞洲其他城市的話，台北完之後，馬尼拉是有，那馬尼拉我還沒有去過，所以我覺得亞洲的話，東南亞可能有幾個地方可以比較。曼谷可以比較。曼谷的話，新航跟國泰航班都足夠多。上次我們給大家開過曼谷國泰了嘛，那有機會我們再開一下曼谷的新航，這個我可以做比較。所以我覺得曼谷是一個可以比較的地方，馬尼拉也可以比較的地方，這兩個都是可以比較的。那還有一個。大家猜猜看，就2間航空公司航班數量差不多，也都同等重要，可以拿來互相比較貴賓室在哪裡呢？很好猜吧 ？London Heathrow， 國泰1天5班，新航1天4班，但新航也用380去營運 London Heathrow，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，新航跟國泰在倫敦的這個貴賓室都是有分頭等區跟商務區的。航班數量差不多，重要性也差不多，航程也差不了多少，所以我覺得倫敦是個指標性可以比較的地方。那美洲地區的話，新航就比較沒有自營貴賓室了，國泰有 SFO 跟那個 YVR， 然後之後還要開 JFK 嘛，所以我覺得如果新航跟國泰外站貴賓室要做一個大比較的話，就是馬尼拉，然後曼谷，然後倫敦，我覺得是比較有立足點公平啦。像台北就真的不公平啦，台北等於是。新航就1天2班，然後旺季的時候加班到3班，國泰15班以上，這個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了。然後占地面積也差太多了，對啊。好，那我們現在說回新航的部分。那這間貴賓室的話，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隔壁的阿吉亞納的貴賓室。但是我先跟大家說結論好了，就是如果你看到有新航貴賓室，然後有阿吉亞納，我覺得你應該不用多想。就走進來新航就對了。那不過這些新航的話，就是你要有新盟金啦，你要有新盟金，你就可以進來了。對，所以我覺得這件是個很不錯的首爾機場星空聯盟的一個
蠻好的選擇。但是這間貴賓室的話，也要注意一下開放時間，它並不是開一整天的，因為新航一天是4班。那順便說一下，仁川到新加坡的話，現在直飛的航班的話，一天就是新航的4班，大韓的3班，然後Asiana 1班，然後再就是2班的 T 位，然後1班的酷航。这是直飛。那轉機的話，當然酷航有一班大家都知道經台北嘛，我們台北到首爾有酷航的那一班延遠權，所以酷航是一天有2班，只是1班是直飛，1班是經台北中停，所以等於是新航跟韓籍航空就是各半了。韓籍的話 KE 3班 OZ 1班嘛，那合併之後就不知道了。但新航的4班就分布在早上9點鐘，然後11點半，下午4點半，然後到晚上，所以它11點那一班起飛之後，中間它這邊是有休息一段時間的。那下午那班4點半起飛之後，也是有休息一段時間的。在它自家航班起飛前，它才會開放給大家使用。所以如果要來的話，可能要抓一下時間，免得撲空。對，我們現在上一張這邊的開放時間表，這邊的話從早上6點15分開到11點，然後下午1點45分開到4點25，然後晚上8點50分開到11點半。所以如果是搭仁川回台北，你想要體驗貴賓室的話，那搭早上這一班 OZ 是唯一解了。因為長榮我剛剛看了一下，長榮的時間的話是11點40，所以你待不到起飛。11點40我覺得可以了，你就早點來機場，然後現在這邊對，然後可能11點它關門之後，你就去登機口登機也是可以。長榮的話大早班機可以，長榮的晚班機就沒有救，因為長榮的晚班機的話是晚上7點45，但這一間從4點25之後就關門了，對，所以你如果搭長榮晚班機的話，就會錯過這一間的開放時間，就進不來了。对，那 OZ 的話，早上這一班是絕對沒有問題的。然後它下午那班1點50分的話也比較尷尬，因為這間11點之後就關門了，所以你1點50，你即便很早到機場，你進來可能也只能待一下下。對，所以要體驗這間貴賓室的話，可能你要選擇就是2班早上的，就是11點40分的長榮或10點鐘的 OZ。那這2班的話，就比較適合來體驗這間新航 Silver Cruise 貴賓室。所以要來體驗的話，要注意一下班機時間哦。好啦，那這就是新航在仁川機場目前營運的狀態。那它新航的話，像一天4班的仁川是沒有提供頭等艙的。疫情前的話是有，現在是沒有了，因為新航其實也縮減了很多頭等艙的機隊。對，那仁川目前是沒有提供頭等艙，大部分都用7、8、7、10在直飛這一條的航線。那這是我們第一間幫大家開箱的新加坡航空貴賓室，之後還會有更多哦，大家有沒有期待一下？那我們之後Private Room， 我們也找機會去看看，還有其他各地的新航貴賓室，像台北啊，我們都可以去看一看。有機會的話現在幫自己開太多系列，也不知道到底拍不拍得完，對，因為光國泰就還有好多間還沒有去啊。這個旅行是一輩子的事情，我們就慢慢的玩，慢慢的拍，慢慢跟大家分享。那 Asiana 在 T1 的話，現在有3間貴賓室，就中間的 Central， 然後 East 跟 West。那我今天航班的登機口在西邊這邊，所以我就來 West 這一間了。那這個是 Business Class 的 West， 對，那這個的話趕快來拍一下啦，因為這個什麼時候要消失就不知道了嘛，因為這個 OZ 跟 KE 合併都已經正式通過了，那什麼時候真的要更名或消失就不曉得嘍，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。不過這一間也蠻特別的，這間它國泰也可以進來嘛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它寫 Emirates 啦、Etihad、Cathay 啊，然後 Macau、Hong Kong Airline， 然後山東航空、Royal Blue 都可以用這一間 Contra Lounge Floor，蠻奇特的。我以為國泰這邊都是用 One World Lounge 的說，那我們就去Asiana Lounge 來看一下嘍。這裡是個主場航空公司的貴賓室嘛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是 Asiana 在仁川機場 T1 西側貴賓室。那進來的話，看到的是廁所部分，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廁所部分吧。那這邊的話，當然主場航空公司在這邊它有這麼多長程線，那一定是有淋浴間設施的嘛。所以我們看我們這邊的 shower， 對，1、2、3，有4間 shower， 对。那主場航空公司貴賓室的話，這個像國泰也是在香港有多間嘛，一間可能不太夠用。那現在 Asiana 的話，在這邊是有3間的。合併之後會何去何從就不知道嘍。那西邊的這一間的話，大家看到這個時間其實也是蠻多人的，對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，OZ 之前的是最容易取得新盟金的航空公司嘛，所以真的非常多人是有新盟金可以進來。好，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白酒部分嘍。白酒的部分，這2支的話都是 Chardonnay， 還有2支 Chardonnay。紅酒的部分，卡本內蘇維翁。對，它一支卡本內蘇維翁，一支卡本內跟 Shiraz 合併的。
不過這白酒選的蠻怪的，就一般都會選2種口味，它2支都 Chardonnay，然後再就是一些基本的烈酒了，然後這邊就是水，然後咖啡機。那這一區的座位大概就像這個樣子，那也是有窗邊的座位的，也是有窗邊的座位。哇，大家看到真的是人滿為患吶，人滿為患。大家看到了嗎？就是我說的，在韓國機場貴賓室一定就是有一堆泡麵，然後這泡麵呢，通常是選擇食物的最佳解，如果是韓籍貴賓室的話。然後食物部分就是基本的一些沙拉，對，然後麵包，然後再來就是吐司。然後這邊的話，就是除了果汁之外，這裡有一個就是馬鈴薯跟蝦餅，然後再就是水、牛奶的部分，然後飲料機。那熱食的部分我們就來看一下吧。熱食部分有什麼呢？第一個是炸的那個餃子 （fried dumpling）， 然後再來就是炒飯。对，牛肉炒飯，但是牛肉大家看到幾乎沒有。然後再就是蔬菜，那現在早餐時段的話，就是有這個炒蛋，然後再來這個是奶油蘑菇湯、蔬菜、鮪魚粥。那這間貴賓室的話是有幾個舒服的位置啦，就是還是有這個按摩椅的設施，1台、2台按摩椅在這邊。我剛剛還想說，我今天怎麼運氣這麼好？因為這貴賓室真的是人滿為患，滿到炸掉，我怎麼可能還會搶到有這個按摩椅的座位可以坐呢？原來這台按摩椅壞掉了，根本就不能用，難怪沒有人。不過也沒有關係，因為有個地方有個像小隔間，可以這樣躲起來坐，就已經非常好了。那我們先來說一下 OZ 吧，要被走入歷史的航空公司了，因為 OZ 跟 KE 合併之後，就會以 KE 做營運了。那 OZ 大家都知道，就 OZ 的話，在之前是非常多台灣人或全世界所有人，如果想要選擇充一張新盟金卡，甚至終身新盟金，都會選擇 OZ， 因為 OZ 是相對門檻最低，它2年一保，然後我記得只要4萬 miles， 所以相對是最簡單的新盟金，而且它有終身制。所以其實非常多人，我身邊就有朋友都是已經拿到這個 OZ 的終身新盟金了。那這個終身新盟金現在合併之後，會不會變成終身的 Elite Plus 就不知道了，就完全不知道。對，那韓亞航空的話，現在在 T1 的話，它 A 側是 Premium 的 Check In， 就是給真商務艙旅客，那邊的人數還好。B 側那邊就是給新盟金啊，還有一些會員，哇，那個 B 側就真的是，你有一張新盟金，但你搭經濟艙的話，你來還是要排隊時間，因為它是把商務艙旅客跟新盟金是分開的。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合理的措施啦，因為你就都不要講外加，他光自家發出的新盟金卡可能就多到不知道怎麼數了，对，所以他會把搭新盟金，然後經濟艙旅客跟真商務艙旅客做分開，所以商務艙呢會去那個 Premium Check In 的地方，其實也稍微要等，但就還好這樣子。那所以他會在這邊要開3間貴賓室，我覺得也合理，因為他航班 T1 他現在使用量最多嘛，所以你會選登機口的位置，選擇東邊的、中間的或西邊的。根據我來過幾次的經驗，每一次都人很多，我還沒有遇過這間就是沒人的時候，就永遠都是超多人。那食物大家看到有沒有發現很難得？我今天沒有要吃給大家看，因為，就是沒有什麼好吃的。我覺得以一個主場航空啦，一個主場航空貴賓室提供這樣的食物，我覺得其實是非常不及格的。對 ，K1 的話在 T2 的那個貴賓室的就很棒，它就有自助餐，就真的有各種蛋白質都有，然後種類也非常豐富。那這邊就真的是完全不行，就是炒飯牛肉，那牛肉是碎牛肉粒一點點。然後就是個炸餃子，就都是一些高油的、高澱粉的東西，就沒有什麼可以吃到，就是個蛋這樣子而已。然後就一堆麵包啊、冷食這樣。所以我覺得以一個主場貴賓室的話，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及格的。但我想他也無意改善了啦，反正他就已經要被合併了，就已經要拜拜了，所以他也沒有想改善吧。我是這樣想啦。雖然他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長這樣，從來都沒有變過。因為以前每次搭長榮就都是來這一間嘛。就真的都長這樣子，沒有什麼
改善空間。對，那 OZ 在海外有沒有貴賓室，我就不清楚了，可能知道了幫我留言一下，因為我跟 OZ 就不是這麼熟。那首爾這間是我唯一來過的 OZ 貴賓室，因為你看，像即便連馬航在吉隆坡主場，我不知道影片上了沒，應該如果還沒上的話，大家等待一下，我已經拍好了，對，不知道上了還是沒上，因為現在累計還沒上的片子真的太多了，請見諒。馬航在吉隆坡主場也是不錯，然後上次我給大家拍過嘎魯達在印尼航空在雅加達主場，其實也是 OK 的，但就這一間就是自己的 hub 主場貴賓室長這樣，我實在覺得就是有點拉差啦，就是真的是蠻可以進步的，對，蠻可以進步的。座位數的話也是真的是很擁擠，真的是很擁擠。這是我第一次有坐進按摩椅，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坐進來，然後那隔間永遠都是滿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它門口有寫，這一間其實 PP 卡是可以進來，但它有寫就是真的尖峰時刻位置不夠的話，就不讓 PP 卡進來。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，因為你光西蒙金就這麼多人，然后你還放 PP 卡人進來，大家在那邊擠爆，是不是？有 PP 卡的話，可以去另外幾間呢，還有什麼馬蒂娜啦、Sky Hub。不過仁川就這樣，就是那幾個貴賓室，我剛剛在經過的時候，也都是門口大排長龍，人等着進去。對，那我覺得那幾間的 PP 卡，其他幾間像有個華克山莊合作的那個 Sky Hub， 那貴賓室的食物是比較好吃的，就有一些什麼牛肉什麼的。對，畢竟華克山莊嘛，对，做的東西比較好吃。像之前有時候我搭長龍，我覺得這間我就跳過，我會直接去那邊排隊。就如果想吃東西的話，那如果不想吃東西的話，就在這邊坐一下，然後等登機的話倒是勉強可以。那也是因為就是這間人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這間的廁所我就不能拍給大家看了，因為不可能有沒人的時候，甚至在門口還要排隊進廁所，就真的是人超級霹靂無敵多。觀眾留言就是說啊，One World 貴賓室做的都很優質，對，我也覺得 One World 是比較優質的。這就是西側貴賓室裡面最舒服的位置了。不過我現在是隔壁的人去上個廁所，所以這也是沒有空出來的。那這個就只有總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只有6個。我們看一下。所以這真的是太難了啦，就除非你真的等很久，否則，對，那其他座位的話，就像外面我們現在再照一次，就是真的是完全滿到不得了，每個位置幾乎都有人，爆炸的人，超級多人。對，反倒隔壁這間按摩椅也是沒人的，還是隔壁這個也壞掉了。哎呀，那這一間的話，就給大家講到這邊嘍，因為食物部分就只有那樣，然後環境也就這樣，所以我現在好不容易今天真的是，可能是知道我要給大家解說吧，所以就是運氣真的很好，有一個壞掉的按摩椅借我坐在這邊，可以給大家說說話，要不然我一開始本來蠻擔心的，因為這個貴賓室我知道人超多，所以我一直想說我要坐在什麼地方跟大家講啊，就是可能沒有一個合適的空間，那還好有這個壞掉的按摩椅。好啦，那就韓亞航空即將消失的韓亞航空仁川機場 T1 西側貴賓室，把它開箱完畢嘍。那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那這一區的商務艙位置其實是真的看起來很厲害、很舒服，是長榮787的進階升級版2.0版的最新商務艙，就在78710。那大韓國也很好笑哎，他弄了一個門，然後沒有認證，他也就上線給他飛耶，然後替代方案就是門先不要關。